被丧尸围攻后，我失去了一条腿。可奇怪的是，第二天断腿处竟长出了小腿，并且只要看见头顶发光的人类，就忍不住流口水。只因我在末世前没有觉醒异能后遭女友背刺，然而就在被丧尸蹂躏后，却发现自己还有人类意识。原来我并不是他们口中的废物，我才是这个末世唯一的王。当我第一次在丧尸堆里睁开了眼，竟发现自己的腿被这群家伙吃掉了一条，哪个的给我左腿吃了？现在估计连柳如烟的奶奶都追不上，还怎么复仇？但很快我就被旁边一个脑袋发光的丧尸吸引。当我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他脑袋里一个晶体在发光，并且像是有某种吸引力一样诱惑着我，让我很冲动的想撬开他的脑袋吃掉晶核。于是我就找到了一根杠铃杆，随即艰难的跳到丧尸背后，用尽全身力气将那西瓜砸烂，随后像是在遵从自己本能一样将晶核直接吞下。而下一刻我终于悟了，恋爱脑会死，但丧尸脑能活。为什么别人都觉醒了异能，偏偏自己没有？因为我觉醒的是丧尸之王，只有成为丧尸之后，才能看到异能者和其他丧尸的晶核，并且能将其吞噬成为自己的能力。而刚刚我吞噬的竟是一颗初级治愈系晶核。随后我看着自己正缓慢生长的新腿，欣喜不已。长得慢点真的无所谓了，毕竟是将要有腿了嘛。随后我就跳向了丧尸群中，想找其他有晶核的。然而找了很久，却再也没有看见拥有晶核的丧尸。原来晶核是如此的稀有，而自己的小腿又如此的不便，于是便打算出去找辆车开着。很快我就在一处别墅的后门停下了脚步。然而当我打开门的那一刻，却惊呆了。只见一个脑袋里有金色晶核的女生就站在车前，但我可是个还有人性并且现在还不太饿的丧尸，自然是不会吃掉面前这个漂亮的女生了。于是便想告诉她，美女别怕，我不会伤害你。但是张大的嘴巴里只发出了恐怖的哦哦声。女生见状，双腿颤抖个不停。你别过来啊！见状我便开始给她比划起了手势，指了指女生，又指了自己的嘴，然后摆了摆手，表示自己并不想吃了她。可没想到女生看见了我的手势，但显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是想说让我进到你嘴里，不要挣扎？接着就又是颤抖又是哭。见状我一阵头大，但还是耐心的换了动作顺序，先指了指自己的嘴，然后摆了摆手，最后指了指女生。只见对方在一顿拆解分析之后，你不喜欢我，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了，但你不要吃我啊！这该死的恋爱脑啊！这下我是真的有点想吃掉他了。随即便跳向了他，然后一把夺过他手中的钥匙。没想到对方竟直接吓晕了过去。很快我就出现在了市区丧尸多的地方，随即干净利落的解决了一直有晶核的丧尸。在吞下晶核后，发现是一个初级速度晶核，但让人难受的是还得等小腿长大才能体验。接着我就走进商场里看看还能有晶核补，可就在里面浪荡一圈，竟再没找到带晶核的丧尸。于是我小小的尸脑里有个大大的疑问，有晶核的丧尸这么少，为什么那个女生会有？还是活人都有？想到这我便打算找些活人验证验证。可末世初期街上根本就没有人出来搜集物资。对了，我应该看看柳如烟他们有没有晶核。很快我就开车返回了顾云熙的家中。顾云熙依旧站在远处瑟瑟发抖的看着我，而我则将一个行李箱推到他面前，并示意他打开。而这次他终于懂了，当他打开后发现里面竟都是食物。接着我指了指食物，再指了指他，又指了指嘴，表示这些东西是给他的，快吃吧。然而他又在里面加戏了，食物给我吃，你再吃掉我。又是熟悉的颤抖加流泪。很快我就徒步来到是自己的却回不去的家。开车目标还是太大了。柳如烟父母的异能倒是非常的鸡肋，一个是火柴般的生火技能，一个是能吹吹微风的风系异能，但是柳如烟的水系异能竟能释放冰柱，而且那刘浩更是能够让力量翻倍的战斗异能。我可不想现在就被抓住再胖揍一顿。很快我就在暗处看清了一切，一个蓝色晶核，一个绿色晶核。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蓝色晶核，应该是柳如烟的，有可能她的水系异能不是初级，但却没有发现另外两人的晶核。盲猜一下，可能只有强大的异能才会产生晶核，所以有晶核的丧尸可能生前就有强大的异能。想到此处，我忍住了心中的杀意，就算现在把丧尸都聚集过来，但自己家的大门很结实，就算往里放火也会被柳如烟的异能扑灭。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死在丧尸手中太便宜他了。很快我再次敲响了顾云熙家的门，在他一脸的惊讶中，我又一次将车开走了。真是个奇怪的丧尸，这是把我这儿当车库了。此时网上却有一条视频，这个人怎么开车没丧尸理他？难道丧尸不喜欢粉色迷你？那我的小米47 Ultra 满配丧尸会喜欢吗？很快在街上游荡的我终于有所发现，真是上天眷顾，又让我发现两个晶核亮点。而等我靠近才发现竟是两个大活人。南哥那边好像有丧尸，我害怕。别怕，我会保护你的，而且你是火系异能，有丧尸你烧他们就行了。南哥你的异能是什么？怎么没听你说过？我的就是能生成个空气墙，可以起到保护作用。这样啊南哥，那你确定对面小区就有商店吗？有的，我还去买过烟呢。咱们早点去，去晚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见只是两个搜物资的情侣，我就打算离开，毕竟听两人对话似乎还挺厉害的样子，我这贸然上去说不定会被反杀。可就在这时，只听女生一声尖叫，南哥有丧尸啊！原本转角只有几只发呆的丧尸，可他这一嗓子就吸引来周围好多只。女生虽有火系异能，却从没使用过。此时的她双腿打颤，跑都跑不动。南哥救我啊！男人见状大骂一声晦气后，突然停下了脚步，对不起了。接着没等女生反应过来，男人抬手就有一阵白光闪过，女生瞬间便陷入短暂的失明，下一刻就被丧尸群淹没，而男人则趁机逃走了。见状我真是有点替那女生惋惜，那男生的异能哪是什么空气墙，分明就是个强光手电筒而已。然而只是片刻功夫，丧尸们就分尸完毕。见状我却没着急去解决吃掉晶核的丧尸，而是拿起一块石头，狠心的发动了速度系异能朝男人追去。此时男人只觉得身后有个类似拖拉机的东西拧来，所以他就好奇的回头看了一眼。最后男人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丧尸，放着那么香的女生不吃，反而提个板砖锤自己。此时第一次锤死人类的我反倒没什么感觉，看来自己真的是个异类了。但我很快将这些杂念抛之脑后，将绿色晶核一口吞下，随之而来的是身体的舒畅感。至于这家伙的尸体我毫无兴趣，
似乎变成丧尸后的自己并没有恶意与困意，只有对金河吞噬的欲望，并且这种欲望还能被自己控制。这难道就是丧尸之王的能力吗？很快我就返回找到了那只吞了金河的丧尸，一把就将他从尸群中拎了出来，如同开核桃一般从他脑袋里拿出了金河，一口吞了下去。下一刻，只见我的身体竟发出了金色的光，一股力量感席卷了全身，甚至我能清晰看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变化，似乎高了一些，更结实了一些。感受着自己刚刚得到的能力，瞬间手中就出现一个十分耀眼的光球，果然用处不大。随着我的意念变化，指尖出现了一团能控制大小的火焰，轻轻一挥，火球竟能脱手而出。不愧是蓝色金河，确实好用。我终于算有个攻击技能了。随后便又在城区转了一圈，然而并没有发现其他金河亮点，于是就又打包了一个鼓鼓的行李箱回去了。然而没想到这次竟让我看到了自己脑子里的秘密。为了搞清楚顾云熙的金色金河有着怎样的能力，我再次打包2箱食物回到他家。顾云熙一脸疑惑：“你到底是什么？是丧尸吗？”闻言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表示我虽然是丧尸，但有人的意识。可没想到顾云熙一脸认真：“你是丧尸，但现在脖子疼。”我的内心在疯狂咆哮，于是便找了笔和本子写给他看：“你叫什么名字？”顾云熙一脸惊讶地看了看我，随后便接过本子写了3个字：顾云熙。一瞬间我的尸脑又萎缩了，如果我吃了这个金色金河会不会变傻？接着便在本子上狠狠地写下：你难道没发现我能听得见？哦，对哦，我忘记了，你的异能是什么？顾云熙却一脸失望道：我没异能。见状我有些疑惑，但以他这样的脑子肯定不会骗人，况且我自己的异能也是变成丧尸后才出现。突然我想到还没见过自己的金河是什么颜色，然而当站在镜子前，我整个人却愣住，我的身体不仅散发着黑色的能量，就连自己的金河都是黑的发乌光，没有异能显现的金色金河，变成丧尸才有异能的黑色金河，这一切究竟代表着什么？第二天一早我便打算出门继续寻找带金河的丧尸。现在每过一天消耗完食物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届时因为出门搜物资而死亡的人就越多，那带金河的丧尸自然就满大街都是。直接无差异杀人取金河的话，风险实在太大，说不定会引起官方注意，把自己抓起来切片研究，或者也会被一些强大的异能者杀死。很快那辆粉色美女又被挂在了网上讨论，而最大的猜疑就是这个车主有不会引起丧尸注意的异能。此时作为保险理赔员的于江默默地打开保险系统，在一番操作后，于江眯起了双眼。顾云熙家住河西区蓝山别墅16号，如果控制了她，那么以后的物资可就不用愁了。如果再是个美女的话，嘿嘿嘿，在没有法律的约束之下，便可以囚禁她，掌控她，霸占她，让她哭，哈哈哈。此时在一家快餐店搜寻无果的我正打算离开，可就在这时身后却出现一个女生，这边有便利店物资还挺多，你不来拿吗？闻言我当作没听见，就要开车离开，然而她的叫声却吸引来一只丧尸扑向她。林露露见状抬手就是几道光剑射出，可那杀力巨大的光剑不仅穿透了丧尸，并且还打爆了我的轮胎。见状我心中一阵恼火，下车便开骂：你这多管闲事的女人，不会射还要乱射。然而嘴巴里只是发出了恐怖的啊声，一瞬间林露露的眼中满是恐惧，这究竟是丧尸还是人类？随即抬手就又射了几箭，可我只是几个闪身不仅躲过箭矢，还瞬间出现在她面前。下一刻一颗炙热的火球就出现在她面前，就在林露露一脸绝望中，火球却直接击中她身后的丧尸。随后我看向满脸诧异神色的林露露，没想到对方竟也是一名金色金河持有者。你为什么要救我？面对林露露的疑惑，我却并没有回答她，而是径直走向小粉。林露露明白以我的实力根本就不惧刚才的丧尸，是自己好心办了坏事，于是便歉意地说道：对了，我知道附近就有一家车行，应该有维修工具。闻言我只是示意他前面带路，就在距离车行不远处时，却看见大量的丧尸聚集在前去的必经处。正当林露露有些犯难时，却有人叫住了她：走这边，我知道一条近路可以过去。只见一个女人就在不远处的地下通道处招手。林露露见状满脸感激地走了过去，而我却只是邪魅一笑，继续跟在身后。姐姐，这个通道的方向对吗？我怎么感觉走反了呀？可就在林露露话刚说完，情况突变，张岩做得不错，这小妞可漂亮得很，而且还有一整包的物资，那王哥就交给你了，后面还有一个小子跟着。林露露瞬间反应过来处境不妙，就准备抬手蓄力光剑，然而此时她却感觉自己双手沉重的根本抬不起来。小妹妹，这里没人能战胜我们，一个范围夜视能力，一个重力异能，一个治疗异能，你就老实的接受折磨吧。说完，男子却拿着匕首一脸坏笑的走向了我。然而我本来只是想过来看一下，这个我在老远就看见的蓝色金河会是什么技能，没想到对方直接把3个都介绍了，那我就可以放心的不留后手了。瞬间一阵刺眼的强光在通道里炸开，下一刻所有人都痛苦的闭住了双眼，随后就是为首男子浑身着火后的惨叫声，而另一人则向着声音的方向摸索，试图给对方发动治愈异能。可下一刻他就被匕首刺穿了喉咙，被痛苦和恐惧席卷的他就想给自己发动治疗，可一切都太晚了。最后一人似乎感受到了周围发生的一切，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同时朝着脚步的方向不断释放重力异能，可感觉脚步还在不停靠近，最后依旧在绝望中被刺穿喉咙。当林露露和张岩再次睁开双眼时，林露露直接导出了3年前吃的饭，因为我已经剖开了3人的脑袋。张岩则已经被恐惧的忽视了恶心，因为他才看清眼前之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类。而此时我感受着吸收完3个金河的身体变化，没想到同类型的金河还能融合，现在我不仅再生能力得到了加强，甚至可以使用出治愈的异能。于是我便来到张岩的面前，挥手就在他的胳膊上划开一道口子，
就在对方一阵颤抖的时候，我却发动了治愈能力。而当我看见伤口愈合住了，便又给他来了一刀，随后又发动了治愈能力。反反复复之后，我终于搞清楚了治愈的最大限度，只要是伤口都可以治愈，但很深的伤口愈合速度就会变慢，并且断肢不能重生。最重要的是致命伤也不可以治愈。此时的我平静地看着面前的林露露，只要对方起一丝杀意，我就会毫不犹豫吃掉那金色晶核。然而林露露只是小心翼翼地说道：“谢谢你救了我2次。”见此，我只是随意地说道：“走吧。”可林露露却惊讶地捂住了嘴巴。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竟然可以开口说话了，只是舌根还有些硬。你到底是人还是丧尸？生前是人，死后还有意识。林露露瞬间了然，丧尸的外表但行为更像一个人类。随后在众丧尸视若无睹和林露露满脸惊讶中，我直接进入车行拿了一个轮胎和一把车钥匙。随着返回时，我感受着自己和路边丧尸的联系，似乎变得更紧密可控了。看来丧尸之王的能力终于得到小幅度的增加。等拉着满满2车物资再次回到顾云熙家中，然而两女四目相对，好久的沉默。难道这就是他的女朋友？每天出门就是为了找他？林露露则看着顾云熙凹凸的线条，不自觉咽下了口水。看来他生前就住在这，两人都同居了，于是便亲切地喊了一声：“嫂子，你好。”见状，我直接大骂一句：“有病啊你！不是一对的好吗？”而顾云熙看着面相越来越正常的我，惊讶道：“你终于能说话了呀！”随后在一番简短的解释后，两女也终于明白我有家不能回的原因，因为此时我的家已经被柳如烟一家给霸占了。而闻言后的两人愤愤不已，太过分了，怎么会有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此时的我却盯着一个方向，双拳紧握，只要天黑我就可以完美发挥我的能力，并且丧尸在夜晚的能力也会更强，能够控制的尸群数量就会更多。然而就在我将要施展行动时，却清晰地听到院门被打开的声音。在于江满脸阴森地闯进门的那一刻，只见他的周身悬浮着数把钢刀。然而等他看清屋里人数后，才知今日失算了。可下一刻，林露露直接向着对方发动了光剑，于江聚齐的钢刀护盾只在一瞬间就被击溃，胸口的大洞示意着他今天的出师不利。此时的林露露看着自己的双手，满脸失神，我的光剑怎么会有这么大威力？而这时我则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为什么每次在顾云熙的身边发动的异能总是难以控制？或许这个答案就在顾云熙的身上。随着心念一动，于江的尸体就瞬间被大火吞噬殆尽，只留下了一颗紫色晶核。而就在我将晶核一口吞下时，身体竟缓缓升到了空中，一股恐怖的黑色能量在不断的汇聚。而恍惚间，我便觉得自己陷入了沉睡。梦中的我身前有数万丧尸大军，身边还站着几个人，而远处则是人类的异能者，好像是在对峙。而等我再次苏醒后，便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进行了蜕变，不仅外貌与人类无异，而且身体内蕴含的能量感也强大了许多。接着为了验证我的猜测，便用很小的能量发动火系异能。然而本该弱小的火苗却冲天而起。我猜你的异能就是增强，可以让别人的异能得到大幅度强化。你现在尝试主动断开对我的增幅。顾云熙闻言便开始摸索起来。下一刻，只见我手中的火球瞬间小到只有一缕火苗。太好了，原来我不是废物，原来我是能增强别人的异能。然而我却皱起了眉头。如果说他的异能只是增强，那么刚刚他主动断开增幅后，我的火球也不该如此弱小。如此一来，答案只有一个。于是我就让手中的火球瞬间变大。现在你来让这个火球变小。果然在他的一番摸索后，火球的能量真的被他控制。见状我不免有些惊骇，如此霸道的能力完全可以左右战场的结果。随后我便对着顾云熙说道：“现在可以准确告诉你，你的异能并不是增强，而是可以调节对方的异能。”顾云熙闻言只是激动的想哭，原来我真的不是废物。而看着同为金色晶核的林露露，估计她的异能也不会就只是个光剑，但还得在以后去验证。眼下我还是得进行自己的计划。很快柳如烟一家就陷入了恐慌中。浩哥，我怎么听到好多丧尸的嚎叫声？而当二人看向窗外时，瞬间汗毛直立。什么情况？如烟，我们被丧尸包围了。可就在众人有些惊慌时，大门却自动打开了。谁特么这时按遥控器了？赶紧关注啊！四人八目相对，瞬间惊慌失措。只是片刻，丧尸就冲进屋内。刘浩拿着菜刀就砍向围来的丧尸，姑爷要保护好我俩啊！如烟不能没有父母的。可此时的刘浩菜刀都砍卷刃了，依旧无法阻挡尸群。而下一刻，他的眼中满是疯狂。你们两个老东西异能这么废物，那就贡献出身体吧！不等两人有所反应，就被一手一个当作盾牌推着向门外冲去。下一刻，刘浩竟发现所有丧尸都被他的气势镇住，甚至还缓缓让出了一条路来。一瞬间，刘浩欣喜若狂，真是老天给我生路啊！然而直到他冲到我的面前，才发现好像并不是他自己的气势强大，而我正饶有兴致地盯着三人不明的笑。随即周围的丧尸也在此时缓缓围过来。可不等三人有所想法，就被眼前的异象惊呆了。只见几只丧尸开始缓缓地叠成一个王座，而我则顺其自然地正坐其上，如同君王般地俯视着三人。而三人见此一幕，一时间竟不知是跪是站。只见柳如烟他妈眼珠急转：“你是陆川？川啊，你可要为叔叔阿姨做主啊！”这刘浩狼心狗肺，竟拿我俩当挡箭牌。川啊，叔叔阿姨一直都很喜欢你，都是因为刘浩逼迫我们那么做的。阿姨看你和如烟才最合适。然而我却只是冷冷地说道：“我并没允许你们站着和我说话，跪下！”同时对三人施加重力异能。柳如烟的父母瞬间满脸痛苦神色，同时巨大的压迫感完全让刘浩的力量异能无法施展，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胁让他急忙开口：“陆川兄弟，都是柳如烟那贱人勾引我，也是他出的主意要我们过来占你的房子，更是他让我把你丢出去的，不关我的事啊！刘浩，你个丧良心的，我们如烟那么善良，怎么做那些事？明明是你教唆如烟配合你做的。”看着眼前戏剧的一幕，我并没有阻止。而就在此时，派出搜寻的丧尸也带回了狼狈的柳如烟。而看见我后，柳如烟明显有些愣神，但很快就挤出了温柔的笑容贴在我的腿上。川哥，我好害怕。
你是来救我的对不对？其实我每天都在想你，只是我听着有些犯恶心，就一脚将其踹飞。没想到对方却又哭着爬了起来。川哥，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听刘浩的花言巧语。如烟知道错了，我们回到从前好吗？同时的他还试图展示自己的曲线和温柔，而刘浩也快速爬来，开始不停祈求。川哥，柳如烟她就是个贱人，我以后就是你的一条狗，绝对不会背叛你的。没想到我竟平静地说道，我知道你不会背叛我，那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刘浩闻言大喜过望，就要再表忠心，可就在下一秒，我的手就穿透了他的心脏，一瞬间几人呆滞的呼吸都快停止。只见倒地后的刘浩竟再次站了起来，但却只是僵硬地移动到了我的身后。柳如烟父母在漫长的震惊后便不停磕头，川啊，我们一家3口不容易，你和嫣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把你当亲儿子看，你就饶我们一命吧。看到父母的样子，柳如烟终于回过神来，与其直面死亡后变僵尸，不如摇尾祈求生路。川哥，我发誓从今以后我不会再有二心，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闻言我丢下一把匕首，冷笑道，现在把他俩杀了。成为丧尸之王后的第4件事，就是让前女友亲手杀掉自己的父母。柳如烟，你要是再不动手的话，就随他们一起死了。而听见我的话后，柳如烟身体一颤，但还是拿起匕首朝着自己的父母走去。如烟，你要干嘛？你不要丧尽天良啊！你不是有水系异能吗？为什么就不反抗一下？爸妈到了下面之后别怪我，本来物资就不多，你俩的异能还那么没用，把这机会就让给女儿我吧。说完后的柳如烟满眼尽是恶毒，就连接连刺向父母的动作都是没有丝毫犹豫。在这一刻，他内心的自私已经大于了养育之恩。随后的他甚至挤出了一个病态的笑容。川哥，我们就像从前那样吧，没人会阻止我们了。而我只是面带不明笑意的看着这一切。从我被扔出这院子的那天起，我的心中早已演绎了无数遍今天的结果。而此时我最好的兄弟宋怀却满脸焦急，异能基地的负责人李静茹一脸不悦，为了一个人让这么多人冒险值得吗？如果你不帮我去救援，我是不可能加入基地的，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我并没有，这只是我加入基地的条件。李静茹看着宋怀坚定的眼神后叹气道，吴谦，你们第2小队就负责保护宋怀营救他朋友。闻言吴谦一脸疑惑，首领，这新来的什么异能，什么人有这么重要？而李静茹只是严肃道，执行任务不要询问。随后宋怀就跟着第2小队前往来阵地。而宋怀之所以要找到异能者基地，以加入异能者基地为条件，要求帮助来搜救，因为他的异能确实算得上强大，但却并非是用于战斗的。就在他得知我将柳如烟一家接来自己家中后，就开始心感大事不妙。以柳如烟的种种行事风格来看，我就更会被那一家人玩得团团转，所以他才下定决心要来救我离开。只是他还不知道我即将要结束这一切。此时的我看着不人不鬼的柳如烟，心中却没有半点波澜。我会让他痛苦的活着，一遍遍的折磨后，再用异能治愈他，让他在无尽的痛苦中死去，才能平复我的恨。可就在这时，我却从远处的丧尸那里得到一丝信息，有装甲车靠近。同时在家的林露露和顾云熙也看见了进入小区的装甲车，能调动装甲车的一定是官方的人，那陆川这样的肯定是其首要消除目标。不行，露露我有点不安，我怕陆川出事。随后2人便打算出门来找我。随着装甲车快靠近被丧尸围住的别墅时，车上的老者突然睁开眼睛，附近有水系异能者存在。其他几人闻言瞬间欣喜起来，看来这趟还是不会白跑。末世后的水系异能者可是能够提供稳定的淡水资源。随即吴谦便在车顶看向别墅里被丧尸围住的柳如烟，吴谦便确定这就是那位水系异能者。然而当他的视线对上我的眼神时，一股他从未感受过的压迫感从他心底发出。但很快他就下定决心，要是能带回基地一名水系异能者，那可谓是大功一件。随即直接拧出一把冲锋枪，开始向尸体射击。受到攻击的丧尸群瞬间就开始向装甲车围攻，而听见枪声后，柳如烟内心有些窃喜，却依旧不敢轻举妄动。如果后来者一方强大，就择机逃离；如果还是陆川厉害，那我依旧按兵不动。但如果选错了，那一定会死。同时，车里的宋怀由于看不到外面情况，只能祈祷那个水系异能者就是我。1点钟方向，水系异能幸存者；11点方向，丧尸变异体。对方未采取行动，但和之前接触过的变异体都不一样，要小心。而车内的崔子轩只是点了点头后，身形便消失不见。可就在这时，老者再次突然开口，有新的异能者出现，对方异能很强大，似乎是掌控。孙涛闻言惊讶道，这地方真是卧虎藏龙，传说级的异能都有，如此一来这波稳了呀。掌控者到场，就算变异丧尸不一样得死。而就在这时，我却只是抬了抬手，下一刻所有丧尸便停止了进攻。就在众人一脸震惊时，一个直击心灵的声音响起，这是我的私人恩怨，还请你们不要干扰。吴谦强定心神，大声喊道，王老师1点钟方向到底有没有生命体征？然而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生命体，是丧尸。吴谦顿时咽了咽口水，瞬间感觉这是一次凶险至极的任务。此时就在柳如烟内心忐忑不安时，却感觉有人拉住了自己的手，一瞬间他惊慌地看向周围，却没见任何人。而下一刻我的声音再次响起，我说过了，这是我的私人恩怨，请各位不要干扰。同时一股巨大的压力袭来，下一刻崔子轩一脸痛苦地显现在柳如烟身边。子轩，吴谦瞬间满脸紧张，眼前的情况完全超过了他的理解，眼前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他又是怎么发现崔子轩的？而此时孙涛急忙出现在车顶上，是我们打扰了，刚才的举动实在抱歉，您放了我们的人吧，我们立刻就离开。柳如烟见状心中庆幸不已，幸好自己没听愚蠢的老妈和他硬拼，不然死的肯定是自己。而我见对方似是明白了我并没有太大恶意，就撤去了施加在崔子轩身上的重物。然而我却忽略了崔子轩朝向孙涛的一个眼神，下一刻只见一脸笑容的孙涛瞬间气势爆发，在极快的速度内数道闪电
向着我袭来。陆川小心！刚刚赶来的顾云熙瞬间向着孙涛发动逆转力量，孙涛只觉自己的雷电威能缓缓消散去。就在我的视线被吸引的那一瞬间，意外突发，崔子轩竟直接抓住柳如烟，仅仅一瞬间便回到了车顶，而其他几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崔子轩赶紧触碰几人继续转移，可就在所有人身形消失的瞬间，一道白光闪，柳如烟当即喷出一口老血，但下一刻所有人都出现在了基地里。就在宋怀看清被救回的人，竟是奄奄一息的柳如烟时，焦急万分。刚刚那里没有其他人了吗？有没有看到一个男生，大概1.75米左右，面目清秀？吴谦闻言后摇了摇头。宋怀瞬间感觉浑身无力，可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抓住柳如烟就是一顿狂甩。陆川呢？陆川去哪了？你把陆川怎么样了？可昏死过去的柳如烟动都没动一下。在被其他人拉开后，宋怀又找向崔子轩，陆川一定在那的，我听到有人叫他名字了。崔子轩，你再带我回去。满脸煞白的崔子轩无力道：小哥，你还让不让我活了？陆川不会是你老婆吧？孙涛见状立刻推开宋怀，子轩差点为了这次的任务死，你他妈别再找他了，我们队伍不会再管这件事了。一瞬间，基地的人面面相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这战力顶尖的二队为了一个任务丢了一辆装甲车，救回一个水系异能者，而几人的异能几乎耗光才勉强回来。此时无奈的宋怀找向李静茹，刚才在战场上我听见有人喊我朋友的名字，他一定在那，我需要回去找他。而李静茹一脸淡然，现在回去太危险，很多事情并不明确。那如果我朋友就是那名掌控者，不救他岂不是损失很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更不可能去救了，因为那掌控者帮了那个怪物，你朋友和丧尸是一伙。宋怀瞬间有些失神，明白了这里是不会有人再帮他，于是便要出门离开基地。而就在这时，李静茹却淡淡道：咱们的交易是基地帮你找人，回来后你加入基地，现在交易达成，请不要反悔。放屁，就算你们控制了我，我也不会使用异能的。可闻言后的李静茹竟一脸邪魅，洛娜，这个小友想要加入咱们的大家庭，但情绪太激动了。下一刻，只见一名女子的手指在宋怀的额头前，你们要做什么？放开我，放开！尊敬的首领，我会为基地奉献自己全部力量。被丧尸围攻后，我失去了一条腿，可奇怪的是，第二天断腿处竟长出了小小腿，并且只要看见头顶发光的人类，就忍不住流口水。只因我在末世前没有觉醒异能后遭女友背刺，然而就在被丧尸蹂躏后，却发现自己还有人类意识。原来我并不是他们口中的废物，我才是这个末世唯一的王。就在异能基地的人冒险从我手中救走柳如烟后，我就平退了周围的丧尸群，然而却留下了已经成了丧尸的刘浩。刚刚我若强行出手，也能留下对方几人，但以我现在的实力还不好与官方正面交恶。再者，刚刚那几人中除了4个紫色晶核异能者，还有一个我不能确定级别的红色晶核，在没有全胜把握的情况下，只有从长计议。此时的丧尸刘浩乖巧地跪在我的身前，有点血腥。你俩确定要看吗？顾云熙闻言转过身去，而林露露却睁大眼睛，势必要看清楚一切。下一刻，只见破开的脑袋里出现一个绿色晶核。哇，这是什么？你就是吃这个进化的呀？而当听见林露露的话，我瞬间又起了试验的心思，随即一把拉住对方，将晶核直接塞进他嘴里。就在林露露几声咳嗽后，陆川哥哥你好坏啊，怎么样？有感觉吗？而林露露只是摇了摇头，她现在只是有点害怕。如果消化不了，那要怎么排出呢？果然只有我能吃这玩意。如果说你在排出的时候害怕痛苦，那完全不用担心的，我有治愈异能可以帮你边排出边治疗。果然就在当晚，房间里充斥着林露露又爽又痛的叫声。然而当我再次拿着烫手的晶核，却不知道该如何下嘴。可满脸虚弱的林露露还在催促陆川哥哥，你吃啊，你快吃啊，为什么不吃啊？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终于在我认真的冲洗了99遍后，心中一横，为了升级干了。随后我便想起了白天的事，人类对于未知的恐惧都会选择毁灭，并且顾云熙也露面了，这里也将不再安全，明天就得撤离。接着我便回到自己的家中，想拿回手机，而当我打开手机，才看到好友宋怀的消息：陆川，你觉醒了什么异能？陆川，你人呢？柳如烟一家把你怎么样了？你等着我去找人救你。陆川，我去异能者基地试试，我的异能肯定能通过他们的检测。陆川，等我。看到对方一连串的消息时，我竟有些难过，但拨通对方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如果他找上了基地，那今天突然到来的官方异能者会不会是他在找我？但现在为什么又联系不上？顿时一股不明的危险感涌上心头。第二天我就索性了在安顿下2人手机一尊，我就离开，继续出发寻找晶核，打算尽快升级。但就在命令一些带有晶核的丧尸自己过来时，却出现了意外情况，竟有一只丧尸没有听从我的指令，而他脑袋里的正是一颗金色晶核。难道金色晶核级别的丧尸我不能控制？可当我正想细细研究下这丧尸的脑袋时，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猛男。你疯了，距离丧尸那么近！但是当看到丧尸身上的大背包，猛男眼睛一亮，当即就要一刀劈开这丧尸抢物资。下一刻，男人的身体就结实地撞在凭空出现的墙面上。男人一时有些惊讶，变成丧尸了还有异能，但他也不失速，调整姿势后再次。可地下竟窜出数道岩刺射向男人，却又被男人的身体强化异能化解。下一秒，长刀直逼丧尸脑门。然而他想象中的场面却没有发生，因为他的身体又被一面岩墙挡了回去。可还不等男人再次有所反应，身后又出现一面墙，瞬间2强合一，男人在剧烈的挤压下成了一滩肉泥。而随后丧尸继续无视我，固执地向着一个方向移动。见证了眼前的一幕，我的尸脑又开始发痒。这能保留异能的丧尸我也是第一次遇见，可不得好好思考思考。就在吞下了猛男的蓝色晶核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干他丫的！下一刻，一颗巨大火球就砸向丧尸，与那突然出现的岩墙接触后瞬间爆炸。就在丧尸一声咆哮时，我便感受到了自己脚下异动的能量，同时我则控制猛男的长刀飞向丧尸头部。没想到如此近且隐蔽的攻击都能被发现，只见突然出现的岩墙直接挡住飞刀，而同时我脚下也射出了密集的岩刺。在急速变换位置后，不禁有些感叹，这丧尸出招够狠，这颗金色晶核也够强。那这样的话，我就更加想要得到。但如果他的手段就是用岩壁将自己包住，那确实只有近身才能取其尸头。但不巧的是，丧尸似乎也明白了我的意图，瞬间数道岩墙拔地而起，试图阻止我前进。但我只是几个闪避就躲过了前面几道，最后一道
道岩墙直接将肉体强化，借着冲击直接撞碎。下一秒，斧头和长刀双双而至，可依旧被战斧消了不少伤害，况且他是丧尸，一点小伤根本不会有知觉。见此，我心中郁闷不已。如此强大的异能者到底是怎么变成丧尸的？而此时，就在远处的杜林被战斗吸引过来，看见战斗场面后惊叹不已，真不敢相信丧尸竟能使用那样的技能，比之前遇到的变异种更加可怕。而这个青年也强得无边，好似拥有多种异能一样。这样的人必须是我介绍进异能者基地才行。就在我对着丧尸僵持不下时，却感觉到了人类靠近，而见对方只是对着丧尸发动异能，我就专注起来。下一刻，丧尸附近的地面伸出无数藤蔓，瞬间将丧尸裹成一颗大粽子。见状，我直接一颗大斧头才结束了这一切。谢谢。杜林闻言直接说道：“来异能者基地吧，你这样的强者在基地根本不缺资源。但我只是收起金盒和被丧尸保护的背包就匆匆离开。我现在迫切的想吸收掉这个金盒，但有过上次吸收金盒后沉睡的经历，我可不敢在大街上随意吸收这颗金色。然而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吸收了这颗金色金盒后，竟让我再次见到了恨之入骨的柳如烟。成为丧尸之王后做的第6件事，就是要立即建造一座钢铁堡垒，还要收服108个忠诚我的人类强者。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很难缠的点，那就是人类组建的异能者联盟。就在我拿着金色金盒回到临时据点打算进阶时，却发现隔壁几个歹人正在抢夺一对母女的物资。就在男人的榔头将要砸向孩子的头颅时，可他却发现往日顺手的榔头今日却怎么也挥不动。同时几个随从手中的武器也竟都悬浮在空中。可还不等男人疑惑出手，下一刻所有人都惨死在了自己的武器下。此时我回味了一下刚才使用控制金属异能时的手感，怎么说呢，确实不如那万磁王厉害。然而当女人看见我时就瞪大了双眼，可说的第一句话竟不是感谢的言语。请问你这背包是哪里得到的？背包的主人你看到了吗？看着女人似是焦急的神色，我心中便有了答案。看来刚刚杀死的那个有金色金盒的丧尸，生前就是这家人的顶梁柱，怪不得他会那么执着地向着家的方向走。他死了，让我把这包物资交给你。女人闻言瞬间泣不成声，仅存的希望还是破灭了。他俩需要的不是这一小包物资，而是能守护他俩的丈夫和爸爸。随后再回到房间后，便叮嘱顾云熙和林露露，在我吸收这颗金色金盒后，大概率又会陷入沉睡，还要麻烦你俩照顾1、2。而就在金盒入口的瞬间，我的周身便再次旋起黑色能量，如同黑洞般疯狂吸收吞噬着周围黑色的雾气。而下一刻我就进入了梦境中，可没想到这次竟然是个噩梦。梦中的我与人类发动了全面战争，而昔日最好的兄弟宋怀却目光呆滞地杀向了我。丧尸大军被人类异能者战得溃不成军，顾云熙替我挡住了一把利刃，自己却被洞穿身体。林露露则被飞来的武器斩去双臂，痛苦不堪。而我胸前正插着宋怀亲手刺入的长刀，最后在另一名人类的斩击之下掉了脑袋。不要！一声大喊后，我终于从噩梦中惊醒，而面前除了林露露和顾云熙，还有先前救下的母女2人。川哥，多亏了张云姐姐，你之前的状态吓死我俩了。张云一脸的不好意思，没想到我的安抚异能还能发挥作用，原本还以为就只能让我家小轩不那么害怕。大哥哥，我们是来感谢你的，是你救了我和妈妈。但现在的我心中满是空洞的感觉，似乎是一股巨大的悲伤感席卷着自己。原本以为我就是一个怪物，不会有太多情绪，可刚才的梦境显然让我感受到了绝望。随后在和几人简单的交谈后，便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现在我可以确定自己在突破进阶时必然会陷入沉睡，并且估计在之后的进阶中沉睡时间会更久。那么这个我休眠的阶段是最脆弱可杀的时候，这样一来我就需要一个安全可靠的基地，还需要几位不会对我有任何敌意的帮手。我想打造一个理想的据点，这种居民区还是不够安全，你们可愿意帮我？顾云熙和林露露自然是满口答应。我的异能肯定不可能通过检测加入异能者基地，如果能到你的据点生活，我们母女会感激不尽。然而我直接凝出自己猩红的双眼，再次问道：如果是这样的，我其实算一个丧尸。小轩不怕大哥哥，大哥哥是好人，我的命都是你救的，我愿意。最终在张云他大舅的二哥的三奶奶那里得知，就是张云的邻居苏琪的哥哥苏申在一家高级酒店做管理，现在被困在了那里。但是酒店有独立的净水和供电系统，只要清除所有丧尸就是个完美据点。随后我带着几人便赶去了酒店处，一路上我能感觉出这次进阶后的我能控制到一片小区大小区域的丧尸群，并且还体验了一次瞬间洗澡的感觉。因为苏琪的异能竟是清洁，就是能在不用水的情况下将物体瞬间洗干净。而小轩也为大家展示了自己的异能，能够变出一只小熊，不算可爱的那种，但我看着他脑袋里紫色的金盒，便知道他的异能肯定不会就是如此低级。最终我在驱离了酒店所有丧尸后，大厅则聚集了35位幸存者，大家不必害怕，现在的酒店已经没有了丧尸，我的异能能够暂时支开他们，我会将这里打造成据点，同时会给大家提供物资保障安全，但同时你们也要如实告知自己的异能，并且不能做背叛据点的事情。当然现在想离开的，我也会保证你安全走出酒店。看着乖巧的让出一条路的丧尸们，最终只留下了6人。登记异能，欢迎入住末世酒店。而在异能者基地苏醒后的柳如烟很快成了此处的香饽饽，可吴谦还是决定去搞清楚他心中的那个疑问。柳如烟，我们可以再聊一下吗？一旁的崔展满脸不悦，吴队长你真不厚道，如烟妹妹刚刚都答应我吃晚饭了。可见吴谦一脸严肃，崔展才离开。你认识陆川吗？柳如烟闻言心中有些紧张，自从到了这里，他就给自己营造了一个凄惨的人生，一家人都被怪物所杀的可怜幸存者。如果告诉了组织陆川只是记恨自己，那可能就不会去讨伐那个怪物。不认识为什么接受了陆川2年的转账，而转账金额刚好覆盖了你日常的支出。你面对的那个怪物是不是陆川？你的父母真的是他杀
杀的吗？面对这样的提问，柳如烟心跳混乱，只是用眼泪想掩盖一切。吴队长，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晚上我们出去聊好吗？我要平复一下心情，父母的死至今对我的打击还非常大。然而看着吴谦离开的背影，柳如烟的脸上出现一丝怨怒，她不允许官方和陆川和平共处，必须让对方的形象塑造成邪恶，自己的温柔可怜形象才能保住。所以她想到了一个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困境。到了晚上，在她指定的小树林中，不知道吴队长让我来有什么事吗？闻言，吴谦有点摸不着头脑，只当是对方想要自己重复一下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你说你不认识陆川？吴队长，还请你自重。只见柳如烟满脸委屈的大喊起来：“吴队长，我对你没意思，你放开我啊！”可同时，他则操控水堵住了吴谦的气筒，瞬间的窒息感让吴谦意识到了不对劲，立刻一手抓住对方，阻止其继续使用异能，而另一只手则凝出一把刀。吴队长，你要干什么？不要啊！下一刻，林中冲出催斩的身影。吴谦，你个龌龊的家伙，敢用强的！瞬间在冲刺之下，刀就直接贯穿了吴谦的腰部。吴谦顿时怒目圆睁，不敢置信的看着这个柔弱的女子，而柳如烟则控制水死死堵着吴谦的呼吸道。下一刻，吴谦的身体和柳如烟的泪水同时落地。催斩哥哥，幸好你来了！没想到吴队长竟能干出这样的事来。从酒店中走出的查信人一脸不屑，酒店的高墙里一旦爆发丧尸，还不得全都死？那个中二少年以为他是救世主啊，然而他走着走着就呆在了当场。只见一伙末世匪帮正恶狠狠地看着他，细皮嫩肉的煮起来盐都不用放，哈哈哈！大哥，求你们别杀我，我知道哪里有物资，特别多。此时的我在酒店附近孜孜不倦开心地开着核桃，现在自己的速度异能成功从中级转化为高级，但也吸收了一些比较鸡肋的异能，比如芳香，一个能释放香气的异能。在最后吞下了一颗紫色品阶的金核后，发现竟是扩散增加异能使用范围的异能，没想到的是它竟能和其他技能融合，和毒物融合后成剧毒之雨，和火之力融合后成火墙。但我认为现在的我单独使用这个异能才收益最大。炎刺、风刃、火球这种攻击异能都需要增强，可就在我想向更远处的丧尸发出指令时，却惊讶地感受到据点处正有大量丧尸快速死亡。被丧尸咬过的都知道，他们只会吃你身上最软的地方，可我除了嘴软剩下都是硬的。丧尸只是吃了我的一条腿就崩掉了3颗牙，可奇怪的是第二天断腿处竟长出了小腿，并且只要看见头顶发光的人类就忍不住的流口水。原来我觉醒的能力叫丧尸之王。就在我外出寻找金河的时候，据点竟遭受了攻击，可奈何没有太多实战经验的众人根本没有阻止这伙悍匪的防御能力。然而没想到小轩竟成了扭转战场的爆破手，只见他用力拧出了一只和先前类似的小熊，抱抱，你快去帮帮云溪姐姐他们。下一刻的小熊面目瞬间就变得不再那般可爱。就在钱虎等人觉得这些美女将会成为自己的坐骑时，面前却跑来一只小熊。就在所有人一脸雾水的时候，钱虎大叫一声：“快躲开！”因为他从这小玩偶的身上闻到了强烈的火头。可众人的反应终究还是慢了，随着剧烈爆炸声响起，直接随机送走5人。此时张云一脸的不敢置信，自己一直不知道女儿的异能竟有如此破坏。可就在小轩再次准备凝出其他玩偶时，手中光芒却渐渐消散，同时小轩也昏倒了下去。当众人即将再次陷入绝望时，却听见了熟悉的汽车轰鸣声。可就在我下车后，竟遭到了对方的语言攻击：“臭小子，这里是我们的，再敢往前走就死！”然而只见对方话音刚落，一根岩刺就自菊花而入口中而出。然而对方几人见状竟没有太多惊讶，只见其中一人恶狠狠地上前：“哎我尼玛，这么狂的吗？”随后抬手就要发动空气炮攻击，可我的岩墙已经出现在了他头顶，轰然落下后，地下只剩一滩烂水。随后不等其他人再有所动作，我发动的岩刺就将他们串成了肉团。此时的钱虎才感受到了命悬一线的无力感，但也难逃被我直接拍死的命运。这时的查信人双腿控制不住的颤抖，刚想悄悄的溜走，我却直接瞬移到了他的面前。“你看着很面熟啊。”查信人闻言瞬间毛骨悚然：“首领，我考虑清楚了，我觉得还是我们基地最好。我这次就是来加入我们基地的，是吗？我怎么记得我说过，当时可以保证你们安全离开，但不保证你们能再次进来。”就在对方的无力颤抖中，被我提在了空中，伴随着脑壳破裂的声音，里面出现一颗蓝色金核。在品尝了这颗植物生长异能后，我不禁有些感叹，原来新鲜的金核这么美味，看来以后对人类还是不能心慈手软，这新鲜的才最好吃嘛。可此时的身体却被扑来的不云吸爆。“陆川，你终于回来了！”我刚刚都想过与这帮人同归于尽，直到感觉到众人的目光，他才羞涩的松开。随后再用治愈异能给众人疗伤后，我看向拥有紫色金核的苏珊，刚刚他并未参与战斗，想来应该不是个战斗系的异能。对了，苏珊，你的异能是什么？没想到苏珊放低了声音说道：“首领，我的异能是忠诚，可以指定一个目标来查看其他人对目标的忠诚度，如果对方排斥，则可强行将那人变得忠诚。”闻言我心中有些窃喜，这不妥妥的大管家吗？直接可防止内奸的出现。接着苏珊则伸手向我送来一道紫光：“首领，这是我的忠诚效果，我能够选择自己的效忠对象，我的忠诚度对您100%，并且现在您可以看到领地其他人的忠诚度。”当我再次看向众人时，他们对我的忠诚度都数据化。没想到步云溪和林露露的这么高，忠诚度越高越难提升，等到100%可以让对方做任何事情。闻言我心中就有了点坏心思，苏珊她现在不就是100%吗？给我撅起屁股来！是的，首领。只见苏珊毫不犹豫地抬起了自己的翘腿。不对劲，苏珊你不对劲。好了，我相信了。好的，首领，您同时也是我的主人可以尽情吩咐苏珊。一旁的苏琪瞬间不淡定，天塌了，哥哥不会喜欢首领吧？那以前谈过的嫂子难道都是逢场作戏？伦理道德和亲情我该如何选择？最后在吸收了匪帮的金核后，蓝色品阶空气炮和绿色品阶芳香竟能合成紫色品阶的范围沉睡，这个技能对于异能者基地的潜入很有用。接着利用金属创造与金属操控，便将整个据点外围改造成高大的素水区。
在一切完成后，就聚齐了据点所有攻击系异能者。这些人太缺乏实战经验，所以我打算用一些丧尸来对他们进行集训。可就在顾云熙尝试将自己的控制增强异能范围扩大在我身上时，一瞬间我的生命感知范围内突然出现3个紫色晶核，可随后又消失了2个。这一诡异现象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等我寻找晶核的方向来到地方时，却惊呆了。什么情况？这是把人给活埋了？因为在我的感知里，被埋的显然不是丧尸，随即便将整个土丘移开。这是那天掏枪的那个人。异能者基地的人这么草率的，人还没死就被活埋了，想必一定是有什么内情在其中。于是我就将吴谦带回了据点进行治愈。就在一阵猛然的咳嗽后，吴谦惊坐起来，自己不是被崔展和柳如烟杀死。就在那晚柳如烟用水堵住自己的气管时，自己立刻拧出一把刀想割开自己的气管，防止窒息，但没想到崔展会偷袭自己。醒了就行，云姐你来照顾他。话落我就离开了房间。饿没饿？要不要先喝点水？但吴谦现在大脑一片混乱，还没有搞清楚现在的情况。这是我们的据点，是我们首领救你回来的。首领，他是陆川，你们为什么把一个丧尸认作你们的首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随后的我在新的区域继续收集晶核，很快就获得了一颗蓝色的静止晶核，并且可以和我的冰结晶核合成，得到一颗紫色的时间冻结晶核。目前来说可以先用在保存物资上。可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见一只我并没有发出命令的丧尸正向我走来，手持钢鞭，看上去就是凶神恶煞异常。但我对于丧尸却没有半点惬意，倒是很好奇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可没想到这丧尸一见面就对我行此大礼，参见伟大的丧尸之王。我是万万没想到这样的结果，不仅是有意识还能说话的丧尸。你是谁？我诞生于您的意志，为了侍奉您而存在。闻言我思考半天，发现我并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事，能够沟通，但却没有晶核，不知道战力会如何。随即便命令了一只蓝色晶核的丧尸过来，你就叫小美吧，现在你击倒这个丧尸。只见我话音刚落，小美手中的钢鞭就缠绕在了丧尸脖子上，再用力一甩后，丧尸直接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下一刻，小美身形就出现在丧尸身上，抓住丧尸的头颅用力一扯就结束了战斗。见状我倒吸一口凉气，看来他的战力远超于蓝色异能者。你是怎么诞生在这里的？属下有意识时便身在此处，您接近时我能感受到您的气息，您就是我们的王。闻言我感觉自己的异能有什么被动效果时，创造出这样的属下自己却毫不知情，但毕竟我的黑色晶核也没见其他人拥有，这个异能看来还有很多待开发的地方。而就在我离开此处不久后，李静茹带着几位控制异能者匆匆赶来。你确定就是在这里看到了你说的钢鞭丧尸？另一人看了看周围，有些蒙圈。先前他就是在这里遭遇了那只变异丧尸，手持钢鞭厉害异常，现在怎么又不在了？随后在查看附近监控后，终于有了发现，是被一个人类带走了。随后相关消息很快到了前线侦察队伍的手中。杜林在看了视频后惊讶不已，队长，我知道基地要找的人在哪，在我将小美带回据点后，就让他看守大门，而我则将保质期短的物资归类后施加时间冻结状态，但之后这些物资只有我能来拿，其他人进入这个空间也会被冻结。随后我开始查看起现在自己的异能战力：绿色晶核、强光、治愈、锋刃、无物、水枪、格斗术、降温、物质分解、水面行走、吸血；蓝色晶核、再生、速度增幅、力量增幅、重力、范围夜视、金属生成、记忆消除、回旋镖、恶意感知、快速生长、植物壁垒、杀意释放、雷击、视野干扰、音波攻击；紫色晶核、金属操控、火之力、火墙、金属缩放、身体硬化、扩散、范围沉睡、时间冻结；金色晶核、研制奥义。如今虽然拥有大量攻击和干扰手段，但依旧缺少高级异能。尽管我现在非常想去打探宋怀的消息，但却不敢贸然进入异能者基地。我现在对于那里的力量情报了解的太少，一旦我反被控制，那就只能等着被切片研究。可就在这时，我却感应到了大量的生命体正在接近，并且很多都是高级晶核。